大批援助抵达，乌军新一轮反攻行动即将开始。第3独立突击旅打响第一枪。美国加速研发金色穹顶导弹防御系统。伊朗宣布在波斯湾部署新型反舰导弹。加拿大与欧洲深化防务合作。英国王子视察爱沙尼亚军事基地。五角大楼启动测谎调查涉密泄露。马斯克提议将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精彩资讯马上开始。2025年3月20号，新一轮援助即将抵达俄乌前线。德国、立陶宛、比利时等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数亿欧元的弹药、装甲车以及扫雷艇等装备。部分武器预计在15天内将全部抵达前线进行部署。随后在3月23号，乌克兰第3独立突击旅对俄军占领的纳迪亚据点发动进攻，并成功击退了此处的俄军，收复了纳迪亚定居点。这次攻势有没有投入欧洲援助的装备，目前是尚不得知。但有相关人士表示，此次可能只是乌军的一次试探性行动，寻找俄军防线的漏洞，目的呢是在等待欧洲援助抵达之后，发动新一轮攻势，以便在外交上获得更多筹码。而负责这次行动的第3独立突击旅，则是出了名的骁勇善战。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亚速军团的大多数部队都驻扎在马里乌波尔。由于俄军前期的闪电攻势，亚速军团很快就被围困了。在马里乌波尔之外，有许多前亚速老兵开始在城外组建新部队，特别是在基辅、苏梅和哈尔科夫，这些部队很快就被整合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特种作战部队中，并统称为亚速 SSO。23年1月，所有前亚速海特别行动队合并为乌克兰武装力量，乌克兰地面部队内的一个完全可操作的战斗单位，也就有了现在的第3独立突击旅。该旅组建的目的是建立一支机动性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能够参与防御和进攻行动，成为战场的利刃。2023年2月24号，该旅迎来了重要的里程碑。总统泽连斯基在仪式上亲自授予了团旗。据说该旅的颜色象征着乌克兰国家传统的坚韧。该旅的士兵参加了解放赫尔松和赫尔松州部分地区的战斗，以及巴赫穆特战役，也是首批在巴赫穆特地区对俄罗斯地面部队发动成功攻势的部队之一。23年，该旅被部署到巴赫穆特前线，成为抵抗俄罗斯攻势的核心力量。在持续1年的战斗中，他们夺取了巴赫穆特外围2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在9月15号成功攻占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安德烈耶夫卡村。在这场战役中，该旅展现出了对复杂地形的适应能力，通过巷战和攻势防御，有效迟滞了俄军的推进。到23年12月，经过高强度作战后，该旅撤出战场，进行休整补充，标志着其首次完成了整建制的轮换。2024年，组建后的第3突击旅转战哈尔科夫方向，在博罗瓦村等战略要地创造了惊人战果。在战术上，采用分布式指挥系统，每个突击队配备独立通信设备，实现扁平化指挥，同时结合无人机侦察、电子战干扰和卫星导航补给，形成现代化作战体系。在防御作战中，该旅在哈尔科夫林地构筑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包括战壕网络、雷区及伪装掩体，通过交叉火力网消耗俄军有生力量，并获得了10:1的交换比重，重创俄军。1个月内造成俄军约2500人伤亡，自身损失微乎其微，可以说是乌军的精锐作战力量之一了。2025年3月22号的消息，美国军方已经开始研发新型导弹防御系统，并将其命名为金色穹顶，以保护美国免受远程导弹袭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了此事。消息称，美国军方正在紧急研制金色穹顶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能保护美国免受远程导弹袭击。白宫称其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首要国防重点之一。具体规定是，五角大楼可以根据需要为该项目花费任意数量的资金，不会受到限制。但目前呢，它仅仅存在于一个想法中。
据推测，该系统在质量上应该是超越保护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此外，这将是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体系，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3月5号，美国太空军太空作战副司令迈克尔·古特林将军谈到金色穹顶导弹防御系统的建立时表示，目前该系统处于规划阶段。他补充说，五角大楼内有几个组织将参与开发该导弹防御系统，他们的名单和进一步的活动正在讨论中。金色穹顶导弹防御系统还将具备轨道导弹预警能力。伊朗官方媒体22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示了部署于波斯湾3座岛屿的新导弹设施，并表示这些武器的潜在打击目标是附近地区的敌方基地、船只和资产。据伊朗通讯社报道，这些导弹系统部署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通布岛、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这3岛靠近海上航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现由伊朗控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样宣布对3岛拥有主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曾在附近水域举行军事演习。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阿里里萨坦格西里说，伊朗已经制定策略，决定必须武装上述3岛，并使其武器处于运转状态。新部署的导弹系统可以完全摧毁600公里以内任何目标，但它并未说明上述导弹系统的型号等详细信息。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的报道，坦格西里表示，目前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攻作战部队处于最高水平的战备状态。如果爆发战斗，敌人遭遇的打击将从其未曾预料到的地方发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月20号上台后，对伊朗实施了极限施压政策，并恢复加码对伊朗制裁，近期还向伊朗方面发信函，要求伊朗重新就其核问题与美方谈判，并以军事行动相威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先前表示，伊朗不会在美国霸凌下与西方谈判。他21号再次强调，美国通过威胁伊朗不会达到任何目的，并警告说，美国对伊朗的任何恶意举动都会被狠狠打脸。我们必须加强外交关系，以应对日益不稳定和危险的世界。3月17号，加拿大新任总理马克·卡尼对法国和英国进行上任后的首次访问。在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卡尼用法语这样说道：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其关税威胁以及兼并加拿大的言论激起了加拿大民众强烈的爱国情绪，民间甚至掀起了一场抵制美国商品的浪潮。民调显示，36%的受访者认为应对特朗普威胁是影响其投票的最重要因素，29%的受访者认为是经济因素。卡尼此前并没有从政经历，但在经济界任职的经历使他具有应对危机的充足经验。2008年，卡尼担任加拿大央行行长，通过降低利率、维持贷款、提高透明度等措施，使加拿大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2013年，卡尼成为英格兰银行首位非英国籍行长。对于英国脱欧，卡尼多次警告脱欧将给经济带来风险，并在脱欧后通过央行行长的稳健作风与政治改革者的长远眼光巧妙结合，稳住了英国经济发展的航向。卡尼对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态度是其在党内获得广泛支持的重要原因。他向支持者承诺，加拿大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威胁。在结束对两国访问后，卡尼还将前往努纳武特地区的首府伊卡鲁伊特，重申加拿大在北极地区的主权和安全。伊卡鲁伊特靠近格陵兰岛，特朗普此前对格陵兰岛咄咄逼人的言论，同样让加拿大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的北极地区主权产生了焦虑。上任伊始，卡尼就表示，他的政府重点关注2项优先事务，一项是应对美国关税，保护加拿大劳动者利益；另一项是发展加拿大经济，减少政府开支。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准备对美贸易战，卡尼政府也需要解决国内所面临的危机，将就业提高、促进贸易和防务多元化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另一方面，加拿大约75%的货物和服务出口流向美国，通过贸易和防务的多元化发展路线，可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为了寻求贸易和防务的多元化发展，加拿大把目光投向欧洲。
卡尼在就职典礼上表示，加拿大是建立在法国人、英国人和原住民三者基础之上的。首选访问的法英两国，也是为了加强与两个最稳固、最可靠伙伴的商业和军事联系。英国威廉王子此前展开为期2天访问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之旅。他在3月21号前往了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军营，视察驻当地的英军。从肯辛顿宫释出的照片和影片可见，威廉王子在视察期间身着迷彩军服，并一度登上了搭乘挑战者2型坦克。此举动被外界视为对俄罗斯发出英国将阻止任何侵略行为的讯号。路透社及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作为北约军事行动的一部分，英国派遣了约900名士兵驻扎在爱沙尼亚和波兰，其中包括由威廉王子担任荣誉司令的部队。威廉王子一度查询英军的部署状况，想知道士兵们在如此靠近俄罗斯的状况下部署，是否会比先前的训练更有真实感，又跟士兵谈论了有关军人心理健康的问题。另外，威廉王子也参观了军营中的设施，甚至一度和士兵们玩了各种娱乐设施，包括桌球和足球机等等。英国王室上一次有威廉王子的类似行为还是在2战时期。当时19岁的伊丽莎白女王在军队服役，抗击德国纳粹。她曾经在妇女志愿服务组织任职，帮助照顾伤员和难民。同时，她也曾经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机枪手，参加过女子军队志愿服务团的训练，并在军队中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威廉王子和他的祖母女王年轻时一样，作为王室代表，表达了英国抗击侵略的坚定决心。是当时的抗击对象呢是纳粹德国，而今天抗击对象是俄罗斯，表明英国在大是大非前呢，一如既往地带领欧洲站在正义一边，将世界引向正义。根据综合 CNN 彭博社报道，围绕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访问五角大楼引发的风波，美国国防部已经展开内部调查，并计划在调查中采用测谎仪等手段查明泄密的内鬼。美国国防部网站发布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在调查过程中使用了测谎仪，需符合有关法律和政策。调查将立刻开始，并在结束后向国防部幕僚长卡斯帕提交一份报告。如果发现涉及泄密责任人，案件将移交刑事执法机构进行刑事诉讼。彭博社指出，在马斯克呼吁起诉那些恶意泄露关于他虚假信息的国防部官员后，五角大楼启动了上述调查。纽约时报日前援引多名匿名官员称，马斯克到访五角大楼参与讨论涉华作战计划的机密简报，消息引发争议。总统特朗普和防长海格塞斯均公开否认消息，称相关报道是假新闻。美国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称，海格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会见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两人会谈了1个小时，讨论了创新、效率和更智能的工作方式，以及将如何这些理念应用到美国国防部。CNN 指出，国防部是最近宣布将对员工使用测谎仪的政府部门。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本月早些时候也表示，将加强对员工的测谎测试，以查明是否有人向媒体泄露了部门行动相关的信息。他认为政府内部存在泄密者，这些人应该被追究责任。当地时间3月22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社交平台 X 发起投票，讨论是否应该将美国国防部改回之前的名称战争部。海格塞斯在分享有关国防部新名称的民意调查时写道，最终有超过20万用户参与投票，其中 54.3% 的投票者支持战争部这个名称。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转发该贴文，评论称战争更准确。这项民意调查还引发了用户之间的讨论。一位网友称，做简单的战争部，国防会让我们显得软弱，我们必须进攻。另一位则称，战争部，请不要这么做，我们的目的是保卫美国，而不是发动战争。据报道，在近160年的时间里，负责美国陆军军事事务的机构一直被称为战争部。而战争部呢，在1947年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法进行了重组，并与海军部合并。2年后，美国国防部成立，接管了原战争部的职能。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